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之道，我是蔡志玲。咱们今天聊一个扎心但又不得不面对的话题，你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钱，放在哪里最安全？我猜至少70%的朋友，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会脱口而出，银行啊，这听起来天经地义，把钱锁进保险柜，看着数字一动不动，心里最踏实。但是今天我要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站在2026年的今天，如果你还坚持这个想法，那你可能正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血汗钱像阳光下的冰棍一样一点点化掉，最后只剩下一根棍儿。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在全球央行都在拼命印钞，物价一天一个样的时代正在发生的静悄悄的财富悲剧。今天这期内容，我就借用投资巨匠查理芒格的智慧，给你彻底拆解清楚为什么现金为王已经变成最危险的陷阱，以及我们现在必须立刻上手的5种真正的保值资产。这些资产可能不会让你一夜暴富，但它们是能让你的财富在惊涛骇浪中稳住船身，甚至逆流而上的压舱石。长期来看，其增值潜力远超你的想象。内容很干，关乎你晚年的生活质量，建议耐心看完，一定会大有收获。为什么说存在银行的钱不安全呢？芒格老先生说过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在货币超发的时代，现金是所有资产里最危险的一种。你品，你细品，危险的东西我们通常会把它锁起来，但现金的危险恰恰在于它看起来太安全了。2026年，全球经济都在过苦日子，各国政府的办法说白了就是继续印钱，用新债还旧债，钱印的多了，就像一杯蜂蜜水不断往里兑水，味道越来越淡，钱的购买力也就被稀释了。你银行账户里的数字，比如50万，10年后还是50万，但那时候的50万可能只顶得上今天的25万，甚至更少。这就叫隐性亏损。你的钱没被偷，没被抢，但它能换到的东西变少了。你想啊，养老最怕什么？怕生病，怕护理贵，怕菜价肉价天天涨。当这些实实在在的支出每年都在攀升，而你存款的利息却只有微不足道的1-2个点时，中间巨大的剪刀差就是在持续收割你的财富。芒格有个比喻特别形象，持有现金就像握着一块冰站在太阳底下，你能清晰地感觉到它在融化，在消失，但你却手足无措。那你可能会问，蔡老师，这个道理好像不难懂，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聪明人，包括很多高学历、高收入的专业人士，还是把钱死死地存在银行里呢？问题的根子不在智商，而在人性。芒格花了毕生精力研究的就是这个，人类在金钱决策时有哪些与生俱来的思维 bug， 他称之为错误的心理危机机制。简单说，就是咱们的理性大脑经常被恐惧、懒惰这些原始情绪给劫持了。尤其是在2026年 AI、短视频、各种信息铺天盖地，我们的焦虑和贪婪不仅没减少，反而被放大了。具体来说，大多数人逃不开这3个坑。第一个坑叫用静态思维应对动态世界。很多朋友在自己的领域是专家，比如医生开刀很准，工程师造桥很稳，但一到投资上就容易犯晕。看到邻居炒股赚了，心里痒，不管懂不懂也跟着买，看到市场一跌，又吓得魂飞魄散，觉得只有现金捏手里才不慌。这就是典型的从众心理和线性思维。市场和经济的变化是指数级的，是波动的，而咱们总希望它是一条直线。芒格一针见血，股价的短期波动就像蚊子叮了个包，有点痒，但无伤大雅。但长期持有现金导致的购买力贬值，就像水底下鳄鱼的拖拽，不知不觉就能把你拖进深渊。第二个坑是过度迷信宏观经济预测。太多人每天花大量时间看新闻，解读政策，猜测明天央行是加息还是降息，好像能算准这些就能稳赚不赔。但芒格和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公司有一条铁律，绝不把投资建立在宏观预测上。道理很简单，如果哪个经济学家真能100%预测未来，他早就是世界首富了，何必天天上电视讲课呢？用猜测宏观来指导你的养老金配置，本质上是拿着救命的钱去赌大小，风险极高。第3个坑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就是逃避学习的懒惰思维。选择把钱存银行，最深层的心理就是我不想费脑子了，我把责任交给银行，交给国家，总行了吧？
但在债务堆积、钱越来越毛的今天，芒格告诫我们，除了你自己，没人会为你的财富负最终责任。试图逃避思考、转移责任，结果就是在财富大转移的时代浪潮里，被轻轻拍在沙滩上。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芒格给了我们一把金钥匙，叫反向思考。普通人都想着我怎么才能赚钱，而智者首先想的是我怎么才能避免亏钱。在养老金管理上，只要你避开这几个财富杀手，你就已经赢了大多数人。长期死守现金，盲目跟风投资自己完全不懂的东西，频繁买卖想赚快钱，还有轻信那些高息保本的美丽陷阱。所以养老金配置的核心逻辑不是去冒险，而是远离愚蠢，拥抱理性。这个理性选择绝不是消极的持有现金，而是主动去拥抱那些能生钱的资产，也就是生产性资产。芒格一直强调，投资的本质是购买未来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这句话对我们安排养老钱有灯塔般的指导意义。他说的防守不是说起来不动，而是主动去寻找那些护城河又宽又深、有强大定价权的优质资产，然后拿出极大的耐心跟他做时间的朋友。所有伟大的投资都需要时间的发酵，财富积累的关键不是你动作多快，而是你在正确的方向上坚持的足够久。这里有个真实故事，芒格讲过，在1970年代那次著名的大熊市，通胀爆炸，股市惨跌，有一位公司高管，我们叫他老约翰吧，他眼看着自己的股票账户缩水，夜不能寐，最后在接近市场底部的时候，因为无法承受这种心理折磨，清空了所有持仓，换成了国债和现金。结果呢，他完美错过了随后20年美股历史上最长的一轮大牛市，他的养老金购买力被通胀啃食的所剩无几。芒格分析说，老约翰的悲剧在于他把市场的短期波动蚊子包错当成了永久性损失鳄鱼，在黎明前最黑的时刻丢掉了能带他穿越黑暗的优质资产。这个故事对2026年的我们警钟长鸣。当新闻里充斥着经济衰退、地区冲突、行业暴雷这些坏消息时，真正考验的不是你跑得快不快，而是你抱得稳不稳。好了，理解了底层逻辑，接下来就是最干的内容了。结合芒格的思想和2026年的现实，我为大家梳理出5类最适合作为养老金核心配置的资产。它们不是让你炒来炒去的筹码，而是你晚年财富大厦的基石，能帮你穿越风浪，稳健增值。第一类是那些具备强大定价权的优质公司股权。芒格一生推崇护城河理论。什么叫护城河？就是这家公司有说不的底气。比如它有强大的品牌，像一些奢侈品，消费者就认它；它有核心技术，别人造不出来，或者用户用了它的产品就离不开，转换成本极高。这样的公司在通货膨胀时期优势就太大了，因为成本上升了，它有能力通过涨价把压力转移出去，而客户还得接受。这样一来，它的利润就能保持增长，股价和分红也就有了支撑。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不需要成为财务报表专家，可以重点关注2种，一种是需求稳定的公用事业公司，比如某些地区性的水电燃气公司，不管经济好坏，大家总要用水用电，生意很稳。另一种是细分领域的龙头医药公司，人老了，健康最重要，医药需求是刚需，而且有技术门槛的公司能活得很好。投资这类资产要学芒格买入并持有的心法，别天天看股价就把自己当成这家公司的隐形股东，关注它生意是不是越做越好，分红是不是持续，用养女儿的心态陪它慢慢长大。第2类是宽基指数基金，这是芒格送给普通投资者的一份大礼。他常说，承认自己不懂是投资的最高智慧。我们大多数人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深入研究成千上万家上市公司，那怎么办？买指数基金，比如沪深300、标普500指数基金，或者一些全球核心资产指数基金。你买的不是一只股票，而是打包买入了人类经济进步和文明发展的一个切片。2026年 AI、生物科技、新能源迭代飞快，今天还是明星企业，明天可能就掉队了。单押一家公司的风险很大，但你要相信，人类追求更好生活，科技不断向前的大趋势不会变。指数基金就像一艘大船，里面装了几百家好公司，哪怕其中一些沉了，
但整艘船依然在前进。这其实就是芒格提倡的傻瓜式投资法。你可以设置一个每月定投计划，发工资了就自动扣款买一点，长期坚持下去，靠着复利的力量，你的雪球就能越滚越大。复利的关键就是找到足够长的坡指数基金代表的经济长期向上和足够湿的雪，你持续投入的本金和时间。第三类，可能很多人会忽略，但它至关重要，那就是你大脑里的认知资产。在芒格的体系里，你的认知能力才是财富最深的护城河。他提出的多元思维模型，就是要求我们像工具箱一样，装备上心理学、经济学、基础数学等多学科的基本原理。在2026年，各种投资骗局、空气项目包装的眼花缭乱，没有点认知防身术，很容易上当。比如，你懂得高收益必然伴随高风险，这个最简单的经济学道理，就不会去碰那些保本保息、年化50%的坑。你了解羊群效应这个心理学现象，就能在市场所有人疯狂追涨或恐慌杀跌时，保持一份冷静。你用概率论的思维看投资，就不会去赌小概率的报复，而是追求大概率能赢的决策。对于咱们养老金投资者，投资大脑不是让你去啃金融博士的课本，而是建立最基本的风险意识和商业常识。多读好书，了解一些经典的商业案例，知道什么是商业模式，什么是竞争壁垒。芒格说，投资你自己的大脑是唯一稳赚不赔的买卖。这份认知资产不仅能帮你管好钱，更能让你在复杂的世道里活得更加明白和清醒。第四类是我们的健康资产，这一点芒格和巴菲特本人就是最好的代言人。他们能创造投资奇迹，一个极其关键的前提是活得足够长，且头脑一直清晰。在芒格的财富逻辑里，时间是复利的第一要素，而健康是你拥有足够时间的入场券。2026年，虽然医疗技术发达，但医疗费用也水涨船高。一场大病足以让一个中产家庭多年的积蓄见底，什么投资规划都成了空谈。所以，管理健康就是最底层、最核心的财富风险管理。把身体看作你最重要的、需要长期经营的一项资产，保持适度运动，注意饮食，管理好情绪，定期体检。你为健康花的每一分钱和每一分钟，都是在为你养老金的复利增长续费，争取更多的投资时间。同时，一个健康的身体和清醒的头脑，能保证你在做财务决策时不被病痛干扰，保持理性。试想，如果芒格60-70岁就卧病在床，思维模糊，怎么可能还有后来那些精准的判断？第五类是信任与关系资产，这是芒格智慧中非常人文的一部分。他认为，信任能极大降低社会交往和商业活动的成本。对于养老来说，这项资产同样不可或缺。首先是家庭关系，这是最直接的安全垫。芒格见过太多晚年悲剧，源于子女因财产争斗不休。他提醒，教育出名事理、有担当的子女，比留下多少财产都重要。如果后代没有正确的财富观，留再多的钱也可能被败光。反之，家庭和睦、子女自立，本身就是父母晚年最大的财富和保障。其次是真诚的社交关系，老朋友、老同事能在一起聊聊天，交流信息，甚至在投资决策时提供不同的视角，避免一个人钻牛角尖。在2026年这个算法推荐，人情有时显得淡漠的时代，这种基于长期信任的真实情感连结，不仅能提升晚年的幸福指数，更能在你需要时提供意想不到的支持。芒格说，信任是最珍贵的资产，它需要很久才能建立，但威力无穷。回过头看，芒格的所有智慧都围绕3个词展开：理性、耐心和长期主义。这对于我们规划2026年的养老金就是最顶层的纲领。他有一句话让我震撼很久，想得到一样东西，最可靠的方法是让自己配得上它。财富也一样，想让你的养老金增值，你先要配得上增值所需的认知、心态和纪律。具体怎么做？3件事。第一，彻底告别钱放银行就万事大吉的懒惰想法，主动去学习，去了解那些能真正创造价值的资产。第二，修炼心态，别被市场短期的上蹿下跳搞得心神不宁。记住，市场短期是投票机，投的是情绪；长期是称重机，称的是真实价值。第三，持续投资你的大脑和身体，这是所有财富游戏的基石。
放眼2026年，挑战确实明摆着，全球通胀压力还在，柴米油盐、医药护理的成本肉眼可见的涨，国际局势复杂，可能影响能源和供应链，科技变革太快，很多传统行业面临巨变，不确定性无处不在。但是，对于真正的理性投资者来说，危机总是危中有机。芒格说过，只有退潮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市场的剧烈波动，恰恰是一次严厉的筛选。那些被情绪牵着鼻子走，要么贪婪追高，要么恐惧死守现金的人，很可能在波动中犯错，要么割肉在低谷，要么踩进骗局的高峰。而那些坚守理性，用耐心做铠甲，用长期主义做罗盘的人，反而能在一片嘈杂中看清资产的真正价值，在别人恐惧时从容布局，最终被时间丰厚奖励。所以总结一下，想要让你的养老金摆脱贬值噩梦，实现真正的安全和增长，这5大资产类别值得你认真考虑，并构建起你自己的组合。有定价权的优质股权是穿越通胀的锚，宽基指数基金是分散风险的盾，你自己的认知是做出正确决策的导航仪，健康的身体是让一切生效的时间保证，而和睦的家庭与可靠的社交，则是你财富与幸福最后的安全网，它们相辅相成，共同为你晚年的财富大厦打下坚不可摧的地基。最后，我一定要强调，世界上没有适合所有人的标准答案，每个人的年龄、收入、身体情况、风险承受力都不同。年轻人的养老规划可以更侧重股权和指数基金，追求长期更高的增长，而已经临近退休的朋友则需要更注重资产的稳健性和流动性，多配置一些防守型的部分。关键是要结合自身情况动态调整，千万不要机械照搬。但无论你怎么调整，芒格那些关于理性、耐心和聚焦长期价值的核心思想，永远是穿越任何经济周期的指南针。在2026年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只有把这些智慧内化成你自己的行动准则，拒绝短视和侥幸，用耐心应对波动，用理性驾驭风险，你才能真正守护好自己奋斗一生积累的财富，为自己换来一个从容、安稳、有尊严的晚年生活。这才是我们理财的最终目的。我是蔡志玲，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请别忘了关注健康之道，我会继续用最直白的话分享能让你的健康和财富都稳健向上的干货知识，陪你一起稳稳地走过这个充满挑战也充满机遇的时代。我们下期再见。